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中美的这个 AI 战开打，我们要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祭出不同的策略。习近平他主打是压注在国家战略，但是这个时候马斯克他则是说要拼能源来救美国，下一个霸权会在哪里？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前往北京亦庄国家信创园这边考察，包括人工智慧、机器人等等，被视为是未来的最具有潜力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时间点又刚好非常的刚好，是在15规划开局后首次的考察，被视为是特别的重要，也为接下来的科技的战略重点画下了一个指标性的结果。那时间点刚刚也说了，还有落在刚好是1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好聚焦在量子科技、还有具身智慧等等未来产业，在集体学习后的10天之后，所以被视为说，未来 AI 跟机器人都会是习近平接下来包括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会特别关心的产业吗？此刻我们也来看到是刚好马斯克也公开直言了，他认为说美国现在内部的问题就是国债已经太高了，濒临到破产的边缘。现在他说只有靠 AI 跟机器人技术才能救命，刚好包括了习近平、马斯克都提到了 AI 跟机器人，这是未来中美之间在竞争的主要项目吗？谁会获胜？上次哥又怎么看？我想这个来比是有点意思的。那就习近平来说，当然是整个中国的国力。那么需要 AI 跟机器人，我们都知道，在先前去年2025年1月的时候，他当时接见了 DeepSeek， 包括语数科技，当然还有一帮包括腾讯、阿里的所有这些涉及到 AI 的头们。然后呢，2月就入法，然后在整个两会就入法，所以我们在去年一整年看到中国大陆的科技的喷发，你以为就去年吗？其实不是的哈。习近平上任之后，2012年就那时候就很要求整个科技教育要做基础教育哈，所以把过去很浮夸那些瞎编一些研究主题的东西全部去掉，所以就像反贪腐一样，所以整个可以说这10几年来，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打下很好的科技基础及人才。当然，马斯克也是不一样，不得不说他是天纵英才啦。面对现在美国方面的基础的，包括电力跟所有的这些基础科技设施，简直是一团乱的时候，他自己思考提出彻底，甚至为全人类跟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想大家全世界关注这一阵子，他 SpaceX 收购他自己 XAI， 虽然左手袋换到右手袋，可是没有人质疑他，因为他所描述的包括100万颗的低轨卫星的愿景，包括有 AI 卫星在内，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合理的。而且都是现在确实是 SpaceX 做得到的，所以确实是马斯克可能人家都说他可能靠他一个人把美国过去的这个基础科技跟基础建设当中的残破之处直接覆盖或直接解决。那我觉得现在在中美，因为有2位，一个是国家元首，一个是商业巨子跟天才，大家在引导这个科技的进步。那而且不止他们在引导 AI 自己本身最近的进步，恐怕也不见得是人类这2位当中在推进的。但你说谁会赢吗？真的很难比哦。这马斯克真的是要把人家全人类带去火星的人，他也不是哈拉，他也不是在真的是瞎扯。对。但是中国大陆在所有科技应用的落地场景。撒开来怎么用这个东西是国家在主导，而且它不是让大家花钱买，是国家有最厉害的技术当中服务中国，让中国的国力从上到军事下到民生都能够运用这个科技。这跟欧美的国际社会当中的资本市场跟资本社会是完全不同的。马斯克会赚很多钱，中国没有靠这个东西赚很多钱，或者是赚很多钱的这些大巨擘的这些企业，也还是要把他们的能力回向给政府或这个国家来运用。我认为中国在国家国力当中最后会遥遥领先，但是在美国方面的新创，只要有1个2个马斯克这么样的天纵英才的人，他们的开创人类科技的文明，你还是只能服气。好，所以2项包括了 AI 跟机器人，都是中美2国未来在科技上发展的主要主轴。至少对中国来说，未来5年都是它的主要发展的产业。那么其实呢，马斯克还点名到了说呢，接下来发展 AI 的关键取决的关键还有在电力上面。他也特别点破说，现在在美国啊，限制 AI 发展最大瓶颈就是能源。他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的规模化能力已经非常的强了，他靠着自己的这
个太阳能每年能够提供接近美国一半的稳定的电力，所以呢，他决定接下来 SpaceX 跟特斯拉会准备3年内在美国打造年产能100 gigawatts 的太阳能制造能力。3年内马斯克能够成功吗？大使怎么看？当然可以成功啦，只要成本是多少了，对，还有他得到的政府补贴是多少，这几个问题都是美国发展光伏的能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中国大陆相较之下，因为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光伏能源第2大国，对，第1大国是中国大陆，可是美国的它的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可观。像加州一个州来讲的话，它在日间供电的时候，有的时候光伏发电占它的整个发电是占50%了。所以你要美国这个地理分布来讲，加州事实上它的光伏发电已经相当发达了，不是我们想象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美国除了商用发电，它很多是什么？家户发电，它很多家里面就是自己屋顶就装一个这个发电的太阳能发电。甚至有一些超级市场，有一些运动场上面也装了这个太阳能发电的面板，它可以把这个电它可以卖给电厂，所以它这个就是说电路的整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各个地方要靠什么？要靠它的政策。那它不是政府在一块地上哇，这个几百亩这样子的发电的量，它的是多元的。那当然，将来这马斯克他要进行的当然是商用发电，他要找整块的地。然后呢，就一起来发电。那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就变成美国，你要知道，全世界效能最高，就是说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太阳能发电设施是中国。那美国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的光伏发电的这些原料供应，然后呢，逼着中国大陆很多只好到中南亚生产。那还有很多中国大陆还是缴了高额的关税进美国市场，所以美国发展这个光伏发电，就因为它的贸易政策造成它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呢，这是它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像川普这种人根本就不相信绿电的，他要发展的是什么？他说美国这么多石油，美国这么多煤炭，为什么丢在那边不用？我们要用这个，我们就可以赚大钱，我们的发电成本比任何都高，所以他政策上不重视。政策不重视，你用这些所谓的再生能源，你就得不到政府比较多的补助，而且你今年拿到补助，过2年川普又当选了，又给你砍掉了，所以政策上面的不稳定是美国的问题。那这些中国大陆通通没有。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在全国的发电10%已经是光伏了。那在这个为什么用光伏？光伏事实上成本上它比用煤还低。它现在光伏发电，它因为它达到了一个市场规模，还有本身的产业的这个成熟，还有就是说融资的成本降低事实上，这个光伏占比不断的提高，可是它的成本断崖式的下降。现在光伏每千瓦在中国大陆的成本是0.5到0.25人民币。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煤。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认为发电最便宜的，它的成本还高于光伏，所以它变成0.25到0.45，所以光伏发电在中国是一片大好，所以在未来的到2030年，中国大陆光伏比例还会继续升高，到2060年会更高，所以这一点发展的来讲，环境来讲，美国站在前面。当然了，马斯克有钱了，他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他很快把这个太阳能把它提上来。我认为是有可能，可是这个仅供他们这些 AI 产业用了。你说要变中国大陆变成全国的10%对，那美国还有得赶，因为美国目前光伏在全国的发电的总量是5.6%，还是很低，还是很低。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中国大陆请全国之力，等于是政策支持来发展太阳能跟绿能，支持它的 AI。那其实发展 AI 除了在电力上面的优势，现在大陆手上的优势还有就是它拥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规模。我们也来看一下，是到去年的12月底为止，大陆的生成式 AI 使用者是6亿人口，总普及率达到了42%。注意了，这个年暴增幅度已经超过128%了，代表说大陆不只是研发 AI 而已，而是用全社会都在加速训练它的 AI。那么工信部也启动了叫做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打造全国的电力网络。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这个上面的发展？中国建成这个
领先全球的这个基础建设，你想都想不到。你知道5G 站现在有多少座吗？有有483万多座，这非常惊人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能够想象，400多万座5G 站。然后再来，他说到了去年底中国生成式 AI 现在的用户已经达到6亿，中国多少人口？14亿，对不对？到了6亿了，那是不是已经快要到一半了？对。抱歉，这个叫做用户，而不是真正在用的。但是真正每天在用的，等于美国人口2亿5千万人在用，所以大家就晓得说，那你想想看呢？还有它的最大一个优势。